18岁的第一天，刚满不到1天，不到24个小时就来报驾训班。即将成为掌舵方向盘的一个人。我之前看过一个笑话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？有个人问小明说：“你除了会吃还会干什么？”小明说：“会饿。”好笑吗？没有人告诉我好不好笑，我开过头了。都是讲这个笑话害，都是小明害。我还是少讲点话了，一直去考到，没有考啦，没有，我说错了，我没有考到，我只是会，有时候太慢了，有时候太早。其实啊，边开车能边聊天的人，开车一定得有一定的技术，真的。每次坐在旁边，然后教练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一开始都超慌张的，因为我要看我前面就是我开的怎么样，然后呢要记得说哪里要转，然后我还要跟他聊天，脑袋还要思考。只要我话这么多的一个人啊，跟教练聊天聊一聊都可以变成跟我说吃早餐吗？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爸爸开车带你来哦，我说他说他会等你开完再带你离开，我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解释，完全没办法做过多的解释，已经是我的最大限度。各位，我的方向盘上面有一只蚂蚁，是蚂蚁吗？不是，它是虫虫。虫虫不见了，它站起来了。好，没有，它没有朝我这边走过来，没事呢，各位。毕竟我刚刚那个路边停车停的实在是还不错呢。我觉得我进步最多的是上坡下坡，虽然它刚叫了。但是因为我一开始控制不了我踩刹车的量，所以我就很容易爆冲，然后教练每次都给我吓到，然后他就觉得说不敢让自己一个人开，怕我的车飞出去。就没有来更新我的开车日常了。自从上次拍完那个，已经又隔了一两个礼拜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下礼拜就要考了，超快，时间超快。然后昨天开始就有去路上开，因为还有路考嘛。然后其实我一开始蛮害怕的，因为呢我没有骑摩托车嘛，也没有考摩托车的驾照，所以呢我不太习惯，就是说如果车身旁边有很多的车辆，或者是说怎么样，就是会有点惊惊。然后再加上，其实在场内开的时候不会开的车速那么快，但在场外的话，真的就是有限速嘛，限速50啦，限速之类的，也不能开太慢，毕竟是外面的路。所以呢，昨天第一天还不习惯，今天就好蛮多的。然后我后来有问，因为我开 S 型倒车出去，确实比进来的时候快一点，所以我就有问说，是每个人都这样还是只有我这样？我后来发现，好像真的每个人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的那个路考的朋友，他是说他是进来的时候比较快。出去的时候反而要抓，我是反而是进来的时候比较需要抓，出去比较不用。事前工作要做满，比如说就是脚踩刹车、调整座椅、椅背、头枕，然后系安全带。系安全带呢，开启电源，电源呢不是发动车的电源，然后要检查仪表板，检查温度表、那个刹车灯、油表，然后那叫什么？不对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引擎灯啊，机油表跟电瓶灯。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背了，但还是会忘记，就是知道要检查什么，或者说有少东西，但是怎么说呢，还是会漏掉一些东西。然后检查完之后，我想想，检查完之后，对，要检查排档是否在 P 档，检查手刹车是否正常，然后之后是踩刹车、发动引擎完之后要确认仪表板灯号正常，然后试踩刹车，然后调整中间的后视镜，调整左边后视镜，调整右边后视镜。哇，真的是
个除了前面比较难的，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问题，我比较有问题的是说，也不是有问题啦，就是除了实际操作之外的问题，就是也是要说话的问题。就是啊，我偶尔会忘记起步查看，因为你只要踩了刹车，你就要说起，就是你只要踩了刹车之后，你只要车子有要动，你就要说起步查看。然后我今天有一次忘记了，但是好像有一次忘记讲的话就不会过，所以很可怕。然后我后来发现呢，上坡、下坡跟直线加速，我觉得都在考手排车的人。因为我，比如说像现在好了，我今天看到了2辆，就是真的是手排车，然后会从滑坡上面滑下来。但他们的滑下来不是那种爆冲的滑下来，就只是可能熄火还是怎么样，然后就会这样慢慢的滑下来。但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说，上次有一次没有拍，然后呢，那次超可怕的，那次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我要被撞。就他也是在斜坡上面，但是他不是手排哦，他是自排的。很奇怪的是，你知道他怎么样吗？他上了坡之后，他停在上面，然后呢，他下来，他是，比如说像是他们手排车，如果真的不小心要滑下来，他们不是会有一点感觉要往后退，或者说慢慢的滑下来的那种感觉。但那个人不是哦，我在猜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翻排档，因为其实自排车在上坡下坡的时候是不需要去换挡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的，他可能去换到档，然后他可能以为他要从上面下来，所以他踩了油门，就他踩油门之后往后爆冲，然后就好巧不巧我就是后面的第一台车，然后斜坡嘛，正常要准备上去的人就是在下面正下面，然后后来我都不敢停在正下面，我都停在转弯处回转处，不然我真的很害怕会撞到我。我现在都要确定前面那台车已经过去了之后，我才会往前开，因为现在我看大家还是基本上都直接停在斜坡下面。然后再跟你们讲，好，跟你们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啊，我们有一步是要假装调后视镜，调中间这个后视镜，左边后视镜，右边后视镜，但左右两边后视镜其实是不能调的，就是驾训班的车子是不能调的，因为会影响到，比如说下个人考试，或者说怎么样，所以左右两边的不能移。结果呢，我今天要移的时候呢，我说调整左边后视镜，调整右边后视镜，结果这边是左边，这边是右边，我两边讲倒了。然后教练跟我说，做样子，但是不可以讲颠倒。然后就在笑。难的真的就是脑袋要动，不是只有手动跟眼睛动跟头脑动，嘴巴也要动。而且比较难的是这个。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习惯就好了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来不及到说非常的习惯啦，应该就是还是需要有一点意识带，不然真的很容易漏掉东西。没有，然后很好笑的事情是，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啊，在马路上那种网状、黄色网状，或者说机车格，就是我们不能压在，就是怎么说，不能暂停在上面，就是不能停着，然后压在它们上面，其实这样是不行的。但是呢，大家基本上都会压。然后，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是一样是要考路考的人。然后他们每次我也是啊，就是每次要左转右转的时候，后面的车可能会想说前面是驾训班的车，然后就会从你旁边这样飙过去，就是蛮可怕的。然后摩托车也是啊，其实基本上没怎么在看，然后就会发现驾训班开驾训班车的人是最守规矩的人。吓一跳，不是我啊，不是我，是后面直线加速的。记不记得我的那个方向灯左右两边记不清楚？哦，今天在外面开，居然最后在一个很急的，因为太突然，然后要打，然后我就打错边了，然后就被教练因为也是打错就不用考，打错就没过了，很严重的。现在真的比较有在开车的感觉，但我真的觉得比较可怕的是马路如虎口。就是其实机车跟汽车啊，我们都很难去预想说它下一秒会往哪里走。有时候真的是要多注意。希望自己赶快拿到驾照嘛，然后可以就是不是真啊，主要是应该说对，真的让我的开车技术变很好。我知道说如果考完驾照没有就是马上就是上路开，其实很容易
会忘记怎么开车。因为像是我妈，她是说，就是她考完，然后可能后来就很少开，然后就会不那么顺手。在上路的时候，确实要记得讲的东西有很多，比如说，切换车道查看、后视镜查看，就是各种查看，宁愿多讲也不可以少讲的那种。然后这一道没人，因为倒车入库就是过了一个点，然后打到底，然后再打回来，平行了之后再打回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有没有？眼睛已经学会了。各位观看此视频的同学们，眼睛已学会了倒车入库了呢。优秀。好，熄火。好的，拜拜。叫，来这。过了没？过了，有没有噎一下？